那么好，学习并步云手。好，并步云手的这个动作呢，它首先有一个基本功，是咱们的双手正面缠丝。在咱们学习并步云手之前呢，先带着大家把双手正面缠丝的动作再进行一个内容回顾。好，两脚平开步，脚尖微微外摆，两手以单边起手，右手由勾手变掌，顺缠放松走下弧线，合于小腹丹田身前中线。好，松左胯，右胯上下折叠，找到右脚脚后跟内侧的蹬劲，右手上穿，放松左手下落，重心还在左腿，同时翻掌移动重心，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松右胯，身法向右螺旋，左手合于身前中线小腹丹田，右手合于右膝上方。右胯松沉的同时，找到左胯的上下折叠，左脚脚后跟内侧的蹬劲，左手上穿，右手下按。好，重复翻掌移动重心，松胯转腰，螺旋外蓬，右手上穿，左手下按，当走后弧翻掌移重心，松胯螺旋，上穿下按，翻掌移重心，松胯螺旋，左侧外蓬。好，这是我们双手正面缠丝的动作，大家从侧面再去看一下我们在练习双手正面缠丝时的几个要求。第一，当胯运行的方式必须以当走后弧来运化身法。同样的，我们两手要和当胯螺旋重心转换形成一个相互的配合。首先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在上穿下按时，并不是跟重心移动来形成对应的转化，而是将手穿上去之后，随翻掌的过程，然后形成重心的移动。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老师看到缠丝教学的过程当中呢，认为很多人在学习教学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边穿边走重心的过程。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太极拳当中双手正面缠丝的一个视觉差。我们并不是边穿边走重心，而是手在翻掌的过程当中重心转化，大螺旋蹬左腿重心右移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是不会随当胯的运转产生带动手臂的大螺旋，所以我们的右手就相对于说好像停在这儿的一样，慢慢随着重心的移动，用根节中节的移动带动手臂的一个拉长，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手在穿掌的时候去进行移重心，实际上不是，而是手在翻掌的过程当中随重心转化，手臂被拉长了，这样子的感觉才是咱们双手正面缠丝时移动重心和手掌的配合。需要大家去经常练习肩关节和肘关节的这种节节贯穿的一种带动，而不是让我们去边穿掌边走重心。这样子大家对于这个双手正面缠丝的运化就能做到更好的先进肩再进肘再进手的一个过程。那非常简单，并步云手呢，就是一个结合双手正面缠丝形成的一个步伐转化。来，我们现在把双手正面缠丝的动作带到并步云手当中，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形转换。好，勾手变掌，放松下沉，上穿下按，翻掌移重心，松胯转腰，螺旋外蓬。好，左上右下，翻掌移动重心，重心来到左腿，是不是手没有进行向左螺旋？好，接下是合右胯扣右脚脚尖，这个过程当中左胯松沉，点脚根部，并步身法向左螺旋，右手上穿，左手下按，翻掌松右胯，身法在随螺旋的过程当中把左步打开。这个时候我们明显能够发现两手在右侧外蓬的时候有一个开左步的对拉。好，左脚放松踏实，左上右下，翻掌移动重心，合胯扣脚，根部螺旋非常明显的
随身体的转动有左右的对拉和相合，以及步之后两手和身法步法的一种合劲体现。那咱们把动作完整的去做出来。好，放松下颌，上穿下按，翻掌移重心，松胯转腰，上穿下按，翻掌移重心，合胯扣脚，跟。好，上穿下按，对拉，上穿下按，翻掌移重心，螺旋。啊，背后看一下。好，双手正面缠丝，走2个循环，根部转腰，并步相合，对拉开步，身法右转，上穿下按，翻掌移重心，螺旋并步相合。好，从侧面再看一下，下颌手，好，从侧面在观察的时候，老师们是不是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并步云手，我们最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我演示的几个细节当中。第一，很多老师在做并步云手的过程当中，身法会伴随一个上下起伏。就比如我们打开手之后开的第一步是低身法，并步第2步是高身法，一下一上，导致我们在练习云手的过程里面呢，身法总是会高低高低的去变化。那我们就要去找到开步和并步时候当胯的作用。我们很多老师用收步的这个运化，用的都是蹬腿。我们只要在移动重心的时候，刻意的去把力量找到蹬这个地方上，就容易形成我们在走并步外蓬的时候身法上起。所以强调当走后弧的作用，就是为了让老师们先将重心转化到位。螺旋转换重心的时候，身法的高低是不会特别明显变化的。随后收步的过程当中，利用2胯相合，通过螺旋把右腿从右侧螺旋的收到咱们的身体的中线两侧，这样的身法就不会有明显的高低变化了。这是如何处理高低。第2个就是我们从侧面看，有的老师做云手，他确实有了身法高低的不变，但是2手却始终在正面进行一个左右徘徊，没有产生螺旋的一个变化。其实这跟上一个重点是紧紧相扣的。我们平常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产生螺旋了，那身法肯定不会形成高低起伏。那同样有了左右的螺旋之后，那右手到左手，从右蓬到左蓬，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拉开步，上穿下按，当走后弧。在螺旋相合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拿手蓬出来，而是拿腰当螺旋出来。这样子身体是不是就有了一个从右侧向左侧非常明显的摆掌螺旋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练云手的时候最重要的2个细节点。那么还有的老师说，老师，那我云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个手需不需要过多的向外去送？不用。我们云手如果把它换一种形式去体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对拉开步，上穿下按，翻掌移动重心，并步发力。再看一次，开步。你的身法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通过螺旋将2手用旋转和当胯的方法，用发力的形式来把2手运化出去。所以手不用在我们缓慢运行的过程当中伸得特别远，你只需要把当胯的合劲儿能够通过螺旋给它放出去，让手外形上找到膨感膨劲儿的膨感就足够了，不用像平常那样练发力一样练得那么夸张。
啊，稍微收一收，发7分劲儿，留3分劲儿，哎，送出去7分，剩下的3分尽断亦不断，找到这个思想的意识延长，我们就做好云手了。好，现在完整的给大家做一遍，单边云手。